在上一部影片，我们谈到了大罢免正在崩坏的游戏规则。现在结果出炉了，一场针对25位公职人员的大规模罢免投票，最终以25-0的悬殊结果，全数宣告失败。风暴过去了，但它留下的裂痕才正要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不做输赢的评判，而是要带你一起好好的做一次盘后分析。我们会聚焦在3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第一，结果到底代表什么？第二，各方人马怎么说？第三，这件事对台湾的未来又会有什么影响？第一章，选民的裁决，解读25-0的关键数据。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25-0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答案就藏在3个关键的数字里。第一个关键数字是创纪录的高投票率。这次罢免的平均投票率突破了 56.2%， 在一些战况激烈的选区，投票率甚至超过了 60%， 这远远高于过去的罢免案，像是2021年立委陈柏惟被罢免时，投票率是 51.72%。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这早就不是一场单方面的动员，而是一场蓝绿白阵营全部都上场的总对决。第二个关键是这次罢免最重要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所谓的双重门槛。简单说，罢免要成功，不只要同意票超过选举区总人数的1/4，而且同意票还必须要比不同意票更多才行。好，神奇的地方来了，这次其实有7位立委，他们收到的同意罢免票都已经冲过了 25% 的门槛，但他们最后却都安全过关。为什么？就是因为投不同意票的人比投同意票的还要多，而这就带出了第3个在野党强大的反制动员。你看，有8个罢免案，投下不同意票的票数，甚至比这位被罢免人在2024年当选时的票数还要高。像新竹市长高虹安和立委郑正乾，他们的反对票都比自己当选时多拿了26000多票。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在野党不只是把自己的支持者全部催出来而已，他们还成功说服了很多中间选民。这些人可能对被罢免的人不一定满意，但他们更讨厌用罢免来制造政治混乱，所以他们选择站出来，投下反对票，希望这场闹剧赶快结束。第二章，竞技场的声音，各方如何定义这场胜负？当票箱关闭，论述的战争才刚开幕。这是一场每一个阵营都想告诉你，这25-0的结果到底代表了什么？首先，我们来看执政的民进党这边，他们的策略很清楚，就是政治止血。赖清德总统，他站上国家元首的高度，说这不是谁输谁赢，而是民主的展现。这番话很明显的是希望和败选的政治责任保持距离，但党中央就躲不掉了。秘书长林右昌很快就宣布请辞，一肩扛下责任。党团的吴思瑶也直接承认失败，还说接下来民进党要扛起更大的责任。而在野阵营这边呢，他们定调这次结果是人民的胜利，并且立刻转守为攻。国民党的朱立伦直接说，这是台湾人民选择了安定，反对恶斗，要求赖总统为这场撕裂社会的恶霸向全民道歉。民众党的黄国昌，他不只要求道歉，还直接喊话，要行政院长卓荣泰的内阁总辞下台。这次的大罢免战役，强化及巩固了蓝白合的在野战线。那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呢？他们的说法是虽败犹荣。像指标人物曹兴诚就说，虽然罢免没有成功，但这已经向蓝白立委送出了强烈的警告，证明了公民的力量。最后，我们把视角拉到国际上，看看世界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反应最快的是北京。国台办马上就把结果定调成，这是台湾民意对台独路线的否定。而西方的媒体，像是美联社、路透社，他们的看法很一致，都认为这是对赖清德总统的重大打击 ，a blow to President Lai， 而且担心台湾的政治僵局会更严重。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对这件事保持了战略性沉默，也就是不发表任何评论。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一种非常老练的外交手腕。目的就是不想介入台湾内部的政党斗争，好维持跟民选政府的合作关系。第3章，清算时刻，罢免的代价与台湾的未来。好，这场大罢免结束了，但留下的是什么？不只是政治版图的变化，我们更需要来算一笔账，看看它带来了多大的代价，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先来看看这场罢免，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首先是看得到的钱。根据中选会的估算，办理这些罢免案，总花费最高可以达到新台币16.2亿。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但比钱更贵的是那些看不到的成本，也就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每一次这样的选举，就像学者担心的，都让台湾社会被撕裂得更严重一次。大家互相贴标签，用尖锐的话互相攻击，这不只让理性的讨论变得不可能，更伤害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台湾的未来又会因为这场罢免发生什么改变呢？有3个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已经是定局了。第一个影响就是立法院的朝小野大，也就是执政党是少数的局面被彻底焊死了。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经过这次合作，士气更高，关系也更紧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未来赖清德政府想推动任何政策，从国防预算到重要人事案，都会非常的艰辛。第二个影响是2026和2028的选举已经提前开打了。这次罢免就像一场前哨战，国民党成功挡下罢免，证明了他们的动员模式有效，这给了他们备战2年后地方选举很大的信心。反过来看，民进党就暴露出了动员的困难，等于是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逼得他们必须好好检讨下一步该怎么走。第3个也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引爆了选罢法的修法大战。罢免失败，反而给了在野党最强的理由去修改法律。他们的核心提案就是以后罢免的同意票必须要超过那个人当选时的票数才算数。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政治恶斗。但民进党和部分公民团体就骂翻了，说这根本是没收人民的罢免权，是民主的倒退。中选会发出声明说，这种门槛全世界都没看过，要大家想清楚。这场风暴看起来是过去了，但台湾社会真正的挑战才正要开始。我们到底该怎么在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持政治稳定这2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又要怎么在这么对立的环境中找到一条可以和解，可以让社会继续往前走的路？这些问题真的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的课题。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建立你的思维体系。我们下部影片见。